不是人吃的东西。咦，好酸啊 ！Not just for coffee， 一个人来吗？这15000肯定贵的。嗨，大家好，今天是在阿斯塔纳的第2天 ，and welcome to my channel。今天要带大家去老城区那边看看阿斯塔纳的城市右岸河堤和独立广场，还有我最喜欢的咖啡探店，以及是我们会去过跟大巴扎市场很像的，在阿斯塔纳这边本地的小商品市场。像全球的新城市一样，有草原迪拜之称的阿斯塔纳也在迅速发展。1950年呢，索尔仁尼琴因为不合作被关进过阿斯塔纳北部的一个劳改营，后来写出了诺贝尔文学奖《古拉格群岛》。而现在这个伊斯兰文化的新城市也在慢慢的打开它自己，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它。我们第一站来的就是早年的旧火车站，2020年修复之后没有再正式使用，但是因为它漂亮的候车厅建筑和很大的一个蒸汽火车头摆放在广场，现在已经是当地人和游客的网红打卡地。给你们看看这雪有多厚。哦，好想喝一杯咖啡。阿斯塔纳以穿城而过的伊西姆河为界，右岸是新城，左岸是老城。我更喜欢老城，有北国风光那味儿。更确切的说，右岸是未来，左岸才是人间。这里有点俄罗斯的感觉，很漂亮。河面已经结冰了，说是如果再冷一点，零下15到20度的时候，再冻几天，他们就可以下去滑冰了。他们怕滑，还拄着雪杖走。做长视频不容易，期待你的关注，还有1键3连给我大大的鼓励哦。哟，朋友你好，哈哈。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去看一个在阿斯塔纳最大的纪念品商店，然后这里面卖的东西是最全的。如果你没有时间去别的地方挑的话，是比较建议来这边直接一站式挑买。这今天第一个有30分钟的行程，我们来的这几天一直在下大雪，所以整个路况不是很好，不是堵车就是路面比较湿滑，整个车开的也比较慢。进去喽，带你们看看。盘子好适合挂在家里的墙上呀。我们买15000，所以我说15000肯定贵，但是主要就是老太太来。对，我们是这种款，不是这个款，这个款是14000的，你看。哦，对，我们贵的 OK 的，我们买的是贵的款，没有那么亏啦，是不是心里好受了很多？说真的，刚开始我没有对纪念品商店抱有太大的期许，基本上不就是小商品集合店吗？用来坑游客的。但是经过这2天之后，我现在敢说了，确实比我们在外面买的要便宜，而且种类很多，重复率也比较低，这家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哇，这个毛真的，这个毛的手感好好啊！这里面的东西真的啥都有，你看这个小豹子好可爱，这个小骆驼也好可爱，它这2个壶还是可以放下来的，有好多毛毡鞋。哦，这个瓷器比较漂亮。小哥哥跟我们说，这边的很多装饰品它不一定是纯天然的，就是不要再去纠结于它的实际价值，就是看看好看就买，喜欢就买。里面卖的这个就是纯银打造的首饰了，价格会偏高一点点，不过还是蛮值的，整个都是这种哈萨克族的风格。总之鉴定完毕，这家店可以冲。我们现在要去参观一下民族博物馆，是阿斯塔纳最大的一个博物馆。叫民族博物馆或者国家博物馆都可以，非常大，它一共有11个展厅，基本上是涵盖了哈萨克斯坦所有的历史文化。整个能看到游牧民族的一个生活轨迹，甚至还有很多中国元素。
进门第一个馆就是开端，有很多石碑刻了一些文字，甚至有一些雕像是从蒙古国搬运过来的。这是一块中国唐代时期留下来的石碑，我当时看到也没有很惊讶，毕竟盛唐文化直达哈萨克。而且李白的出生地到现在也还没有得到确切的证实，他是否是出生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边境一带。所以后面大家会看到有一些文物，特别是女性的用品，会有盛唐时期的影子。这个就是金厅，我们要进金厅喽。它这个灯是会跟随你人走到什么位置，然后有一个那种热感互动的。这就是刚刚我们在前面看的那个金人。镇馆之宝是这个金色大厅的金人，主要是它的含金量高，身上的装饰总共超过了4000块纯黄金，这就是标准的赛人打扮，草原人民。当然了，这件衣服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高于它的实用价值，毕竟那么重的黄金穿在身上也没办法去打猎呀。它是在麂皮上面再把黄金镶嵌上去的。除了那个标志性人物，金色大厅里面也还有很多用黄金装饰的服饰的展示，以节庆和婚礼为主，而婚礼呢又是以女性的嫁妆为主。果然，哪个时代的女性都逃不过金银珠宝的诱惑。我在那个纪念品商店买了一个戒指，你看是不是跟后面这个图腾感觉很像？看这个铜镜就有点唐代那个风味了，包括这个羚羊双头手镯。后面不给大家一一介绍了，大概看一下吧。是老的可汗，他是成吉思汗的第5代，然后兄长先当国王，然后把国王的位置让给弟弟，弟弟再把国王的位置让给哥哥的儿子，是这样吗？对，轮着来的。现在我们呢是来到了阿斯塔纳这边的老城区，也就是阿斯塔纳刚刚建的时候，新城那边还没有建好的时候，大部分的居民就住在这个区域，所以这边的风格就会看出来比我们早上去的那个新城区要热闹很多。看到街边很多的店铺的设计都是跟俄罗斯那边很像的，居民楼的那种花纹啊，都是他们阿斯塔纳比较老的那种图腾式的花纹，就跟新城整个包豪斯风格的那种建筑是完全不同的。这边比较有意思，我们去看看能不能找到比较好吃的手抓饭的店，跟他们这边比较网红的咖啡店。Before go to the party, before go to the party. No, just to drink a coffee. Ah, twice in the morning and in the evening after work. OK， 晚上早上都喝，一个提神，一个助眠。埋头拍照的 CC。This brand is cool, black and white. Coffee book. 老城就是生活气息比较浓郁，因为我从早上开始就一直在想喝一杯咖啡，这会儿终于到了。当地人说这是他们最经常买的，会比 Starbucks 还有 Costa 更受欢迎。我们要了3杯 ，total 是3300，因为我加了一个那个咖啡上面加一个 cream。不是很时尚，但是那种温馨的小环境。反正价格是很便宜，一会儿尝一尝好不好喝？好喝吗？是不是？真的，我这个也是，就是16到18块人民币，因为我这个加了那个 cream， 就要稍微贵一点，大概是18块钱一杯。整个口感是有点像，就是国内冰博客的那种 coffee， 它整个就是香浓感和厚重感，大概是那种口味的。惊艳了，家人们，尝试一下本地品牌吧，比 Costa 好喝很多。Want to buy something, but they don't know where they should go. They just go on the street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shops and a lot of cafes. Wow,
So this is a fashion street, maybe like Yeah. in Beijing. There is a same station like here named Sanlitun Village. We go there, find some inspiration. Oh, I really like the idea that Very new, yeah. 交流了一下2个城市的时尚街区，大概总结就是没事儿可以溜达的地方。他们其实不是很认品牌，包括说喝咖啡啊、吃东西什么的，也都是觉得自己舒服，穿起来舒服，然后并且设计喜欢，他们就买了，并不会在乎它是不是什么牌子。我们从 Fashion Street 逛过来之后，就是去看下一个景点。深入他们居住的大街小巷了。哦，风好大！这绝对是一个景观餐厅了，看一眼，直接俯瞰这个江面和桥面。夏天的时候应该比较漂亮。这个阿斯塔纳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桥，因为它的设计很特别，它不仅是长达300多米，而且是只供行人和自行车通过的。你们猜猜它的设计灵感是什么？是卡斯皮海的鲟鱼。如果从天上看的话，整个就是一个流线型。这边是鱼尾，那边是鱼头。镂空的花瓣是它又像花瓣，又像那个鱼的鳞片，波光粼粼的透下来，整个桥面就很漂亮了。正好连接到两岸的2个公园，然后所以就有很多人呢会在这边来回骑自行车，包括刚才看到会在这边玩那个小雪车。阿斯塔纳大桥它其实不仅仅是一座桥，它更像是一个艺术品，或者是说一个城市的地标建筑这个性质而存在。Hong Kong CC 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雪，还想来吗？什么时候来？一个人来吗？好啦，在路边的公交站等车，我们准备去巴扎市场。剪视频我才发现有一个路人小姐姐在打招呼，好可爱，把它放进来了。阿斯塔纳1年有半年时间，基本上都是冬天，所以这个等车厅真的是好保命的，又暖和，又可以补给一下喝水啊、喝咖啡啊，它都有热饮 ，chocolate 也有。阿拉木图有绿巴扎，但是阿斯塔纳也有自己的巴扎。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阿斯塔纳非常 local 的 supermarket， 就当地人来集中采购的一个叫集市，就是特别多新鲜的蔬菜水果就被他们码得很漂亮，摆放在这里。哇，他们真的买东西，看他买了这么大一筐。Hello。我们大概是5点左右去的，市场人已经很多了。这里属于性价比很高、很接地气儿，确实都是当地人去买的地方。彩椒碎了，很漂亮。一共是3层楼嘛，然后告诉我们说每一层楼卖的东西不一样。因为哈萨克斯坦冬天以马肉为主，马肉、马肠、马奶，我们最近都有吃过，但一直还没有尝试的就是马奶酒。我刚刚看旁边的阿嬷装了2瓶走，就是这家，这个市场正好有卖，我赶紧过来试一下，太好奇了。那时候我们不一定喝得惯，毕竟哈萨克的马奶酒就像北京的豆汁儿。好酸啊！咦，好酸啊！就舌头甜一点点。你有喝很多吗？太上头了，这个味道，第一口真的只能喝到酸味，巨酸，像没有加任何糖的稀烂酸奶。咽下去2-3秒之后，反过来的那个味道才是我无法形容，特别上头，不是腥也不是膻，但是介于这2种之间更难接受的一个味道。CC 说被熏得够呛。2楼是一个饰品大合集，主要是一些纯银饰、天然宝石、珍珠等等。价格普遍比外面的小商店要便宜1000到3000间隔。戒指很有这种徽章的感觉。刚才问了一下老板，这个你们猜多少钱？
差不多1760，因为它纯银的，那么重呢。这其实还好，不是很贵。上面的一层就是卖服装的，偏女士服装的比较多。您看一下，这都是皮草店。3楼全是服装，最多的就是本地人最爱的皮草。款式、长度、大小、价格非常多。这边太多了，姐妹们，你们自己来逛，都真的是还比较便宜。那种很长的长款，到膝盖的，也就大概1万人民币，然后短款的会几千块。总结来说，我们觉得这个市场虽然不算拍照最好看的，但应该是买东西真正比较划算的。我们要上去25楼吃饭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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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晚上跟着团队过来聚餐了。这个餐厅据说是阿斯塔纳最漂亮的高空景观餐厅，在新城区，北京饭店和丽思凯尔顿酒店都在旁边，是可以俯瞰整个阿斯塔纳市的，属于他们的商务活动、宴请以及是约会、过周年庆等等的首选餐厅。小包子还是小烧麦？这个，然后这个好像大盘鸡还是马肉，等一下尝一下，跟这个土豆炖一起的，还不错。终于吃到牛肉了。刚才服务员上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东西，说这个东西是加在茶里面的，但是这个在我们的认知里面不是人吃的东西。眼熟吗？松鼠吃的那个松果，小松果，有点像什么果酱或者梅子酱腌的那个松果，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加在红茶里面的。看一下，越喝越有木棍的味道，真的越喝越有那种木棍的味道。It's called Tashkent tea. It's called Tashkent tea. Tashkent. 又学到了一个新词，这一类专门配松果的红茶叫 Tashkent tea。Wow. You made the jam? You put on the bread or just in the tea? Just in the tea. Just in the tea. 那个哈斯克斯坦跟俄罗斯都会有这种做法，把这个松果跟这种果酱腌制成一种酱之后，就放在红茶里面作为一个佐料去泡开，然后只喝不吃。这是好吃的，我感觉是牛肉哎。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今天走了好多路，带大家看了好多地方。下一期哈萨克斯坦之旅正在来的路上。